拜登政府上台以后，继续加强在亚太的军事存在，还试图拉拢盟友一起秀肌肉。今年年初，拜登就职不到1周，美海军罗斯福号航母就再进南海。随后，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在从中东返回美国西海岸的途中，又特意在南海与罗斯福号进行了双航母演习，引发各界关注。此外，美国还鼓动英国、澳大利亚等其他域外国家来南海参与所谓航行自由行动。英国海军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上月1日驶过巴士海峡，德国隔天就宣布19年来首次派军舰赴南海。不仅如此，最近几个月，东南亚地区更是成为了拜登政府高官的热门打卡地。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就在上个月底刚刚结束了新加坡和越南之行，而在此之前，美防长奥斯汀于7月下旬访问新加坡、越南、菲律宾。8月初，美国务卿布林肯又出席了东盟部长级系列会议。此后，美常驻联合国代表格林菲尔德还访问了泰国。分析指出，美国近期拉拢东南亚国家是基于过时的冷战思维，意在挑拨这些国家与中国的关系，制造分裂和对抗，妄图打造恶化包围圈。然而，东南亚国家不愿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他们的对华政策不会轻易被美国拉拢所左右。上月初，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参加阿斯彭安全会议时就公开呼吁美国调整对华心态，缓和两国关系。I don't know whether Americans realize what a formidable adversary they would be taking on if they decide that China is an enemy. China is not going to disappear. This is not the Soviet Union. This is a country with enormous dynamism, energy, talent, and determination to take its place in the world again.尽管美方动作不断，但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全方位合作持续深化，本周也将迎来东盟方向的外交小高潮。周二，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宣布，应柬埔寨首相洪森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将于9月9日出席以视频方式举行的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第7次领导人会议。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1992年由亚洲开发银行发起，涉及流域内的6个国家有中国、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和越南。此外，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应邀将于10日至15日对越南、柬埔寨、新加坡、韩国进行正式访问。这也是时隔近2个月，王毅再度密集出访。此行期间，他将同越南常务副总理范平明共同主持中越双边合作指导委员会第13次会议。今年1月，王毅就对缅甸、印度尼西亚、文莱和菲律宾进行为期6天的访问。3月底、4月初，王毅又邀请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4国外长来华。6月，王毅还在重庆主持召开纪念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特别外长会，东盟成员国外长和东盟秘书长出席。8月3日，王毅还在视频方式出席中国东盟外长会时表示，在中国和东盟共同努力下，南海形势保持着总体稳定，航行和飞越自由得到依法保护。王毅强调，个别域外国家已成为南海和平稳定最大的搅局者，南海不是也不应该成为大国博弈的决斗场。今年是中国东盟对话关系伙伴建立30周年，实际上从今年以来，中国和东盟双方的这种高层会晤已经举行过很多次，未来下半年以来还有一系列密集性的活动。第二点呢，我们知道实际上这个在疫情继续同时呢，实际上对于区域的经济恢复，我觉得实际上需要更多的这种密集性的会谈。第三呢，我觉得还是为了进一步推动中国东盟对话吧，